多盯着点儿。果然有人想让他死。我会派人加强戒备。我问了醉仙楼的老板，证实了他们的伙计在送饭的途中让人给打晕了。要怪就怪这姓闵的事儿多，非要订外面的饭，不然哪有这么多事儿？他为什么非要订外面的饭？穷讲究呗，不给订还不行，脾气还特别大。你继续订醉仙楼的饭，但是不要给他吃，仔细检查食盒内外，因为这是闵大成和外界联络的唯一方式。咱们这次又可以钓到大鱼了。还是司令英明。哎，对了，他的家庭情况查了吗？查了，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子嗣。没有子嗣。那在佛龛下发现的那张符纸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老夫去问了周边的所有的寺庙，证实了那是一张超度早夭胎儿的经文符纸。早夭胎儿？那照片上的孩子是谁啊？这个是真不知道，他不肯说，我们也无从查起。有点意思。哎，你帮我盯着点，我要去趟医院。啊不，司令，这你还要去盯着穆小姐跟徐督办呀？这都这时候了，咱先办正事儿吧，大哥。老子什么时候在你心里这形象了？嗯，啊！人家都睡着了，你还盯着他看，犯什么花痴啊？吃醋啦？谁吃醋了？我是怕你犯了花痴，耽误正事儿。整天在医院的人还知道有正事？我是来告诉你，期限已经到了，你和崔莲凤之间该清算了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你看一下，谭玄林让我去上海亲自审问结案。哼，谭玄林这小子，无非是想让您亲口承认他们谭家军无罪罢了。他给了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，说谭家军仍有嫌疑，无法亲自结案，必须由督军府来亲自结案才合情合理。督军，合情合理的事情我们不去，岂不是显得我们不合情理？上次属下在闵大成的饭菜里下毒，没能让他闭嘴，是属下无能。我总得给他吃颗定心丸呐。老爷。啊好。妈，今天我想去看看光耀哥哥。啊，也是啊。光耀休息这几天稍微恢复点了，我们应该去看看他。老爷，要不要一起去呀？哦，上会里还有一些事情，我就不去了。哎，哟，婉清，你不是在医院照顾光耀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哦，后半夜谭司令替我就回来补个觉。哦。光耀的伤怎么样了？放心，能吃能喝，没有什么大碍了。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绑架案查的怎么样？这期限可是快到了。谭司令说已经查到了真凶，
只是这个人和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是不是那个民团的大头兵干的呀？不是谭司令民团干的，是他们想栽赃他，所以假扮成他的兵。那真凶是什么人？是保利典当行的老板闵大成。保利典当行，咱们跟他没有过节啊，而且还在生意上帮了他们不少的忙。那个闵大成为何要做这件事啊？是啊，那个姓闵的为什么会这么做？老爷，可能现在兵荒马乱的，能有什么图啊？就是想敲诈。崔爷您还是把他们想得太善良了。在码头的时候，他们是真的想要我的命。要是想讹钱，那也不用这样吧？是啊。对啊，都是生意人，贪财不必害命。谭司令那儿有什么新的结果？谭司令说，还是不敢擅自做主张，还是要等到徐督军来上海亲自审问。还要劳烦徐督军呐。对啊，谭司令现在从名义上归督军府管，所以请徐督军来结案，以示尊重。是。爸，我还要去医院照顾关耀哥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去吧。妈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赶紧去换衣服，我们去看关耀哥哥。囡囡，侬先去吧，我手头上还有点事。妈，关耀哥哥伤得那么重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有点不合乎情理。妈，手头上的事也很重要啊。乖，你先去看光耀哥哥，替我跟他问声好啊，快去。我把消息都透露给崔莲凤了，接下来他会怎么做，都看你的了。放心，咱们这盘棋下到现在，是时候毕其功于一役了。走吧。谭司令，婉婷小姐，这姐姐怎么和谭司令一起来的呀？在医院门口的时候，我和穆小姐碰上了，这不就一起过来了？我先上去了。关耀哥哥，关耀哥哥，我每天都在家担心你，每天吃不下、睡不着的。婉婷妹妹，那你真的应该早点来看光耀哥，这样子免得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。我妈说医院戒备森严，就不要让我来添麻烦了。但是关耀哥哥，我们每天都有在担心你的，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为你祈祷好久。那就谢谢穆夫人和婉婷小姐了，我身体已经没什么事了，你们放心吧。关耀哥哥，姐姐每天都在这照顾你，也辛苦了，就让她回去休息休息，之后我来照顾你吧。谢谢婉婷小姐的好意，但是婉清是我的私人秘书，我虽然住院在这儿，但还有很多公务要忙，婉清在这里可以帮到我很多，挺好的，就不麻烦外人了。原来在你心里，我是个外人。
医生说你现在上半身不能动。这段时间一直都让你照顾，真是麻烦你了。你要是真觉得麻烦我，你就赶紧把伤养好。姐姐还真是辛苦，明明比我早出门半小时，却和谭司令一起来的，也不知道姐姐都在忙什么。今天早上司令部有几份文件，我先帮你提前看了一下，都不紧要，要不留着慢慢看。没事，放着吧。婉婷小姐，这穆夫人呢，平常不是最喜欢光耀兄的吗？哦，我妈说她突然有点急事，所以托我来问光耀哥哥好。那就谢谢夫人了。光耀哥哥，那你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去送送他。婉婷小姐再见。光耀兄，这奇人之福，你也无福消受吧？谭司令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穆婉清，你还真是做的滴水不漏啊！光耀哥也说了，你只是一个外人。你以为你那点心思光耀哥哥看不出来吗？别以为你和谭司令那点事儿，光耀哥哥会不知道。慢走啊！哎，干嘛？什么眼神啊？你不会把我也轰走吧？我可没说。谭司令要是觉得待着舒服，就这么待着呗。婉清，婉婷刚才没跟你乱说什么吧？没有。她呀，一贯口舌不饶人，要是说什么得罪你的话，不必理会就是了。放心，他还小不懂事，我当然不会放在心上。是我多虑了，见多了他对你张牙舞爪的样子，总是怕你被他欺负。光耀兄，你还是不了解他，他怎么能受欺负呢？就你话多。哟，侬不是去看光耀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呀？啊？我待在那儿干嘛？要看他们恩爱啊？哦，哎，罢啦罢啦，你呀，耐不住性子，言多语失，回来也好。啊，都在呢。老爷回来啦。那，明天啊，不要安排其他的事情。徐督军要在司令部亲自审问绑架案的犯人，谭司令要求我们全家去旁听一下。我们又不是法官，又不懂案子，也帮不上忙呀，老爷。婉清是受害者，谭司令是出于对我们的尊重，我们总不能驳了谭司令的好意吧？对呀，对呀。再说了，我也想知道这个姓闵的狂徒为何要胆大包天，帮我穆家的人。对了，你每次修补首饰，有见过这个姓闵的吗？没有，我都是去堂前，只是见那些修首饰的师傅罢了。哦，那我正好明天要听听这个闵大成到底有什么说辞。哎，好，去吃饭。好。哎，长官，您订的菜。慢用。
点意思。小翠，啊，我最近有点上火，想喝点凉茶。哎，上次婉婷喝的是在哪儿买的？哦，就是七宝老街那家陈记凉茶铺，老牌子了。哦，婉清小姐，您要是想喝的话，我现在就去买一些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去就好。你忙。是。徐督军，谭司令，既然敢请我来审案，想必证据已经十分确凿了吧？是，督军，这绑架案已经查实，犯人正是保利典当行的老板闵大成。这个人混迹江湖多年，与黑白两道都有势力。我们成立民团就是为了打击这些帮会势力，所以这些人才会狗急跳墙，干出这种栽赃嫁祸之事。既然是我来审案，自然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了。我要单独提审闵大成，请谭司令配合。当然，督军，请。好。督军好。谭司令，徐督军正在审犯人，怕是不太方便，还请你回避。督军，您怎么来了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是属下无能，请督军责罚。谭玄林让我审你，你可知他的意图？督军放心，不管那小子他到底是什么意图，总之，此事乃属下一人所为。一人所为。这是谭玄林交给我的卷宗。你那些不成器的手下，早把我供出去了。督军，是属下失察了。不过，谭玄林，他暗示我。他并没有采信证卷上所提供的证词，这言下之意就是想跟我做个交易。如果我还谭家军的清白，他便只查到你为止。你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吗？属下知错了。你不知错。谭家军得了清白，我便再无任何理由来阻止民团的成立。谭家军在外流浪了10几年，无家可归，有了民团，他就等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，上海就是他谭家的地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的失手，他马上就要得逞了。督军息怒，属下知错了。现在说什么也于事无补了。该怎么赎罪，你心中应该有数吧？督军放心，属下知道该怎么做。属下10多年前就将所有的身家性命都交给督军了，现如今
无论什么罪名加在我身上，我都无所谓。只是，请督军一定要给我的孩子一个好的前程啊！你不必顾虑，只要你尽心竭力保护督军府的声誉，答应你的事，我不会食言。徐督军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闵大成，今日你的案子由徐督军亲自审理，你务必要说实话，否则罪加一等。闵大成，绑架穆家小姐一案，是否是你所为？是。你为何要绑架穆家小姐，还恶意栽赃谭司令的民团？他们民团沽名钓誉，竟然要给那些商人提供什么保护？试问，如果他们这么做了，那谁向我们提供保护费？断人财路，就如同杀人父母。你如果只是栽赃，那为什么要对穆家小姐下手？你难道不怕穆家报复吗？光要替穆小姐挡枪，险些丢了性命，此等凶徒不处以极刑，不足以赎罪。闵大成，你最好实话实说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铤而走险，害人性命？他明里是生意人，实则是帮会之人，凶残蛮横，不可以常理推之。如果不是你一个人所为，那就说出幕后主谋，可以留你一条狗命。老爷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先回去休息一下。好，那就让婉婷送你回去。哎，穆夫人留步。您是不是肚子不舒服？是啊。那是不是因为喝了陈记凉茶铺的凉茶？谭司令，侬又讲笑话了呀？什么凉茶呀？绑架案发生的那天早上，婉婷小姐就是因为喝了凉茶肚子痛，所以才让穆公留下来查一下病情，这样婉清小姐就一个人上了穆公的车。我想，这些应该不是巧合吧？原来是这么，我不知道啊。少帅这2天身体利索多了。婉清的案子是今天开庭吗？苏公子跟裴公子都去旁听了。有任何消息马上告诉我。是。婉婷小姐喝的时候确实说过，那天的凉茶味道不太一样，而且她一开始也不太愿意喝。这位太太28日来铺子里买过凉茶，这是小店的记录，请看。督军，28号上午，这位太太在我药店买了一些番泻叶。这番泻叶是什么药材？
回禀长官，番泻叶是一种泻药。老爷，啊，婉婷肚子疼，疼得在床上直打滚呢。能刺激肠胃，治疗水肿便秘，应用不当可能会引起绞痛。这么说来，穆夫人是利用婉婷小姐肚子疼一事拖住穆公，故意让婉清小姐一个人上了车。我说的对吗？不是的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老爷，千万不要听他们胡说的呀，不是这样的呀，老爷。穆夫人，那你跟我解释解释，这个手绢是怎么回事？这上面的图案好生奇怪啊！这不就是凤凰高飞吗？穆夫人，你可真是有先见之明啊！我还没有打开，您怎么知道它上面绣的是什么呀？我刚看到你拿出来的时候，正好风吹开了一角，那我就刚好看到的呀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是啊。好。可这上面明明绣的是并蒂莲啊！我看错了。当然，你说的这个凤凰高飞的手绢也在我这儿。只不过这个手绢是从醉仙楼送往闵大成的食盒中查获的。穆夫人，是你亲手放的吧？不是呀，不是呀，老爷，不是的呀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人犯闵大成，你和穆夫人可曾相识？杜鹃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。各位看，他和穆夫人都是宁波灵山镇人，这个村子一共只有40余户人家。在你16岁当兵之前，穆夫人16岁进萧府做丫鬟之前，一直都在村子里。要说不认识，不太可能吧？老爷，我和那个姓闵的确实是认识，但也只是同乡而已啊。那天在公馆门口，我看到崔杰鬼鬼祟祟的在那里，我就问他，他说在帮什么闵老板做事，我怕他对你不利，所以我就想办法拖住你。谁知万清他自己就上车了呀。穆夫人，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手绢送给闵大成？没有啊，那不是送给姓闵的呀，那个手帕是我送给崔杰的呀。在我们那里都知道，这个凤凰高飞呀，就是送给年轻人的呀，就是意图他有个好前程。我给崔杰送过去，是想让他知道，为了自己的前程，不要把我这个姑母连累了呀，老爷。你那个侄儿崔杰不是已经被闵大成灭口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崔杰死了？我侄子死了？不可能！我侄子怎么死的？什么时候呀？老爷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怎么会和害死我侄子的人串通一气呢？我是冤枉的呀！老爷，我侄子怎么死了呀？老爷，老爷啊！你害婉清差点丧命，让光耀身负重伤，你这是百罪难赎。是，老爷，
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我是无意的呀！我顺水推舟，让坏人得逞。老爷啊！如此恶妇，你到现在还为自己开脱。闵大成，你如实招来，到底是他顺水推舟，还是恶意指使？闵大成，你现在还要替他隐瞒吗？还是你背后另有主使？只要你尽心竭力保护督军府的声誉，答应你的事，我不会食言。是穆夫人，是穆夫人指使的我。穆夫人指使我绑架穆小姐，要我取了她的性命。你血口喷人！你胡说！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你胡说！你胡说！大胡说八道！我是被冤枉的呀！我真的是被冤枉的！你血口喷人呐！穆夫人，人证物证确凿，你还是现在认罪，免得动了刑，可就难看。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！你胡说！我是冤枉的呀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妈，闵大成，你血口喷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夫人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徐督军，谭司令，今天种种都是由于我治家不严，内人罪大恶极，百死难赎。但念在他跟随我多年，为我生儿育女的份上，请把他交给我来处置，给穆家留点颜面。穆公这不是和稀泥呢吗？徐督军军饷上还需要穆家支持，想必会答应。毕竟现在光耀已经脱离了危险。穆夫人的事就交给穆公处置吧，毕竟是家事，我也不想闹得人尽皆知。穆公，至于这闵大成，我会带回司令部秉公处理，请穆公放心。谢谢督军，谢谢谭司令。妈，二位贤侄啊，哈哈哈哈！多谢你们关心光耀前来听审。师伯客气了。既然真相大白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这个恶徒罪大恶极，当处以极刑。督军说的是，但是这姓闵的混迹江湖多年，身上肯定还有别的事，不如先查清楚，再杀也不迟。还是谭司令想得周全啊！谢督军。带下去。快送医院，还活着，快！徐督军，您放心，人我一定会尽力抢救。老夫，走。这个窝囊废，死都死得不痛快。找2个得力的人，下手利索点，这次
不能再失手了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夫人醒了，妈，夫人，老爷，老爷，妈，老爷，你可不要听那姓闵的胡说八道，他血口喷人啊！老爷，帮会的人蛮横凶残，我一个弱女子，怎么可能指使得动他们呢？老爷，老爷。我顶多是顺顺人情，一念之差呀，老爷，我错了。你的意思是闵大成诬陷你？连帮会的人都能指使得动，你们的关系可真不一般。婉清啊，我们可是一家人呐，你不能落井下石，信口开河呀。爸，其实谭司令早就查到了他们的关系，只是刚刚在法庭上，碍于我们穆家的面子，所以没有公之于众。我这里有证据，您看过之后再做判断吧。一张符纸就能诬陷我吗？这是谭司令在闵大成的佛龛里找到的，是法源寺超度亡灵的符纸，上面有崔莲凤的名字。谭司令已经找法源寺的严净师傅看过了，这上面超度的是丙辰年3月初8流产的一个胎儿。丙辰年，那就是10年前。崔姨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10年前的初春，也就是我哥哥遇害的时候，你流产了一个孩子。对于你和爸爸的关系，我妈妈一直被蒙在鼓里。也是你留了这个孩子之后，她才知道了你们的关系，知道了寄养在外的穆婉婷，所以她才带我去日本。所以爸爸才给了你这个名分。你小产那天是3月初8，难道说那个孩子也是闵大成的？老爷，老爷不是这样的，老爷，老爷你好好想想，老爷，那个孩子在小产的时候不足4个月。那是老爷和我在广州怀上的呀，老爷，老爷，我从来不信名分，我在你身边勤勤恳恳、忠心耿耿地侍奉你，老爷，我怀上婉婷，你怕夫人知道，把孩子寄养在广州上好，我们只有去广州出差的时候，我才能跟我的骨肉相见啊，老爷，我从来不让您为难，也从来不抱怨过。在广州的时候，我每分每秒恨不得跟你寸步不离，我上哪儿跟男人有染呢？那你怎么解释闵大成会供奉你的孩子？想必是你们有肌肤之亲吧？去广州之前，你曾经回了一趟老家，难道说，就是那个时候你去偷了野男人？不是，不是，老爷，不是这样的。那闵大成为什么会以为你怀的是他的孩子呢？哦，因为当时闵大成已经是刘督军的副官，所以你在给自己留后路。他怕爸爸您不要他了，他也能是个军官太太。好，我承认，我承认，我承认，我被人强暴了，我被他强暴了。梅花成雨，
走。